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带你们看一部曾被禁播的科幻惊悚电影《怪形》。1951年，小约翰 ·W· 坎贝尔的中篇科幻小说被改编成电影《怪人》，然而小说想法超前，《怪人》在影坛却没有翻起水花。不仅受困于年代，还有它本身的粗制滥造。直到1982年，导演约翰·卡彭特的《怪形》上映，这部吸取以往教训，第二次改编的电影无疑很成功，无论特效配乐还是悬疑感都堪称出色。《怪形》本该获奖无数，可惜它生不逢时，因为同类型的影片《异形》在3年前上映了，而且由于怪物特效过于真实恐怖，《怪形》最初上映时还被禁播过。那么它到底有多惊悚恐怖呢？话不多说，正片开始。在一片白茫茫的南极，一架飞机正在追逐着雪地狂奔的爱斯基摩犬，机组人员甚至拿出枪射击，没想到他们来回拉扯，竟赶到了美国位于南极的科考营附近。科考营里的人无所事事，男主麦克拿着酒去外面透气，便见陌生飞机围着营地盘旋。在飞机降落后，众人顿时提高警惕，岂料一头犬摇着尾巴扑过来，对面的挪威人似乎很紧张，意外将一颗火焰弹扔在飞机旁边，驾驶员当场领盒饭。侥幸活命的那位端着枪，说着一口流利的挪威语，可惜现场众人都听不懂。对方开枪伤人后，被美国科考营的队长一枪爆头，其他人纷纷用灭火器灭火，但飞机已经烧毁大半。团队中的训犬师将爱斯基摩犬带回营地，博士给受伤的队友阿辉处理伤口，通讯员想将这件事上报，但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外界。处理了挪威人的尸体，大家都有些心事重重。挪威考察团8个月前才来南极，不可能做出疯狂的开战行为，应该是遇到了什么事。趁现在风雪停止，博士打算去那边看看，让麦克当他的飞行员。麦克正在清理烧毁的飞机，发现里面装着15桶煤油，这些煤油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在麦克启动飞机时，爱斯基摩犬正目不转睛看着窗外。在飞机离开后，他偷偷摸到一个房间，不知道想做什么。不久后，麦克与博士抵达挪威考察团驻扎地，这里已经一片破败，门上有把斧头，但喊人没得到回应。推门后发现门被从里面抵住了，好在并不是特别难推，只是进去后景象更凄惨，像是遭受过大清洗。雪地中有一条血迹延伸到一具坐在椅子上的尸体，脖子被割开个大口子，推测应该是自杀的。麦克两人继续深入，在隔壁房看到很多文件和一盒录像带，博士认为上面可能记载了某些信息。麦克在最深处的仓库发现一个巨型冰棺，棺里的东西已经不翼而飞。博士说他们可能从地底挖出了僵尸。面对这个无厘头的想法，麦克不置可否，只关心他们从哪儿挖出的冰棺。离开之际，两人在外面发现另一具焦尸，尸体看起来不像人，他们只能带回去鉴定。回到营地，一伙人围着焦尸看，都恶心的有点想吐。这玩意儿太猎奇了。布莱尔被指定解剖，他认定焦尸生前是人，划开肚皮翻看器官，心脏、肝肾以及肠道也完好无损，为何长相那么畸形呢？晚上，阿辉坐在桌前打牌，忽然感觉桌下有东西咬了自己，反应过来是那只爱斯基摩犬，连忙让训犬师将它带去狗棚关好。营地还有几只雪橇犬，都静静地在狗棚里睡觉。爱斯基摩犬也很听话，老实躺在里面。可是等训犬师关灯离开后，所有的雪橇犬都朝着它狂吠。那只爱斯基摩竟然头部裂开，从里面钻出一条黏腻恶心的触手，随后身体长出许多细细的肉藤，喷出白色液体攻击异类。当训犬师闻声赶来，刚打开门，跳出一只受了惊的雪橇犬，随后看到有细长的触手蠕动着要出来，他赶紧关门等人来救援。警觉性最高的麦克拉响警报，拿着枪赶到，还让人准备火焰喷射器和灭火器。随后打开狗棚大门，入眼便是朝他狂吠但没了毛的爱斯基摩，他身上的粉红肉藤缠住了其他雪橇犬。麦克吓得连开数枪，然而开枪对怪物无用，他的本体藏在爱斯基摩体内。趁着众人愣神之际，本体想从天花板逃走，只不过速度有点慢，身体被火焰喷射器点燃，结结实实烧了个全身通透。灭火器旋即跟上，布莱尔捞到个尸体标本，忍着呕吐冲动扯下蜘蛛腿，再剖开狗狗的外皮，得到一个构造完全陌生的生物体。
很快他给出了答案，这个生物能完美模仿其他动物，当它攻击雪橇犬，试图消化和吸收它们时，自己的形态也会向雪橇犬转变。给幸存雪橇犬处理伤口时，逮着训犬师问了爱斯基摩的活动范围，还用异样的眼光看训犬师，明显脑子里在做盘算。麦克等人在娱乐室看挪威人的录像带，显示他们在冰层开凿的场景。根据带回来的文件，麦克确定了开凿位置，赶紧搞架飞机过去探查。没想到开凿的洞口很大也很深，下去后简直充满惊喜。那里的冰层至少有10万年历史，掩埋的东西还是外星飞碟。但有挪威出事在先，麦克只能回去再做打算，跟队友说了外星人的事。挪威人将他挖出来，他解冻了，然后到处作乱。团队中的老乔不愿相信，还想说服布莱尔站队自己。布莱尔低着头沉默。这时厨师冲进来抱怨，谁把内裤扔到厨房垃圾桶了？结果没人理他。布莱尔盯着挪威考察团合照，心里已经有了推测。回到房间闷头做实验，完事后将手枪拿了出来。此时麦克在检查脏内裤，上面没有人名标签，无法确认是谁的。那边博士要将焦尸搬进储藏室，喊麦克过去帮忙。内裤的事被就此接过，搬尸体的是阿辉和通讯员，奉博士命令将焦尸锁在这里。通讯员出去找队长拿钥匙，独留阿辉在屋内处理货架。没想到背后的焦尸偷偷滴血了。警觉性高的麦克人在哪里呢？被队友老福拉去机舱说悄悄话。老福发现布莱尔将自己锁在房里，喊门也不回应，于是从实验室拿了布莱尔的笔记，岂料上面记载着令人恐慌的推论，那就是怪物可以在任何星球任意时间变成他们中的任意一个。现在他想要变成地球上的生物了，烧过的遗体中仍有细胞活动，他们没有真正死亡。这句话很快被验证。在通讯员拿钥匙返回储藏室时，阿辉的衣服拖在椅子上，鲜血沾满了衣物，而他本人光着身子被捆在焦尸旁边，几条肉藤在他身上蠕动。通讯员吓得不敢说话，连忙奔去外面喊麦克。等他们赶过来，阿辉已经不见了踪影，倒是窗户有个破洞，从洞口往外看，前方果然有个身影。营地警报当即被拉响，麦克的人去追逃跑的阿辉，或许他已经不是阿辉，而是还没来得及转变的怪物。麦克没有丝毫犹豫，一把火点燃眼前怪物，随后去仓库取火焰喷射器，他要烧毁其他变异体。火焰照亮南极的夜空，众人紧绷的神经却没有放松，因为布莱尔不见了。等火焰烧尽，人们去娱乐室开会，麦克在后面收拾东西，突然看到一个人影从飞机跳下来，手上还拿着斧子，那身形应该是布莱尔。麦克没有立刻去追，先去检查飞机状况，竟发现里面遭到了破坏。接着营地内部传出枪声，布莱尔拿着枪在通讯室乱射，继而用斧子一通乱砸，口中还喋喋不休，声称没人能离开这里。怪物不是想变成动物，他想变的是人类。凭借他们这些人无法反抗，毕竟一个细胞都足以令他变异。布莱尔明显是心态破防了，众人一拥而上才制住他。为防止人再次捣乱，只能将他关进工具间。那地方没有保暖措施，冷的布莱尔镇定下来。他说自己无法相信任何人，最后还叮嘱麦克留心训犬师。麦克意识到怪物可能藏在人群中，他不想坐以待毙，要把怪物找出来。博士提议做个血清测试，从每个人身上抽血，再跟没有污染的血液混合，如果两者出现反应，便能证明某个人是怪物。他们血液样品放在储藏室，博士带人去拿，却发现样品被动过手脚，这未免太过巧合了。储藏室的钥匙只有一把，在队长手里保存，他成了最大嫌疑人。但其他人也能偷走钥匙，再将钥匙放回原位，而且博士也有嫌疑，刚刚是他第一个开样品柜的。不过博士也是提出血清测试的人，如果他是怪物，他何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众人顿时争论不休，通讯员有些受不了，愤然跑到武器柜拿枪。队长紧随而至，举起手枪，其他人没想过会闹到这种地步，只有麦克还保持理智，先劝通讯员冷静，把枪放下。队长见状也把枪收起，他问心无愧，随后盯着一个微胖队友说了句没头没尾的话：诺瑞，没有人反对你了。诺瑞连忙表示我什么都没做，好似是他撺掇怀疑队长一样。老乔本来想处置队长，无奈麦克气场太强，还有训犬师的反对，只能就此作罢。但他们也没闲着，血清样品肯定受到污染，一把火烧了了事。火焰燃起，麦克说了段鼓舞人心的言论，重点是最后两句：
6个小时内会有一场暴风雪来临，他们会被困在室内，变成瓮中之鳖，因此要在暴风雪来临前找出怪物。眼下博士、队长和训犬师都不能信任，麦克决定给3人打麻醉，再找机会排除其他人。他担心自己也会遇害，默默将推测用磁带记录，兴许能对后来的人有用。接着到处观察队友状态，老福还在研究布莱尔笔记，见麦克过来提了个新建议，怪物身体的一小部分就足以取代整个生物体，现在他还藏在人群中，那么食物可不能乱吃了，自备食物或者只吃罐头。这时实验室灯光熄灭，老福点着火烛出去看情况，还没走到门口，眼前晃过个黑影，连忙跟着跑到外面，在雪地中看到破碎的制服，上面印着麦克的名字。你们还记得第一个遇害者阿辉吗？当人类被转化，身上的衣服会被撕烂，难道麦克也被转化了？下个镜头，麦克完好无损出现，还担忧地问队友：“你们看见老福了吗？”实验室保险丝被人为弄断，灯熄灭了1小时，言外之意，老福可能遇害了。队友们都不知情，只好分头出去找人。诺瑞被留下来看住博士他们。麦克的目标很明确，奔向工具间询问布莱尔，得知外面有个响动，但他不是老福。其实老福已经死亡，他彻底被控制前用燃烧棒自焚了。麦克找到了他的尸体，让通讯员回去告知其他人。麦克本来也该回去，但他看见自己小屋亮着灯，明明出门前关灯了，因此和厨师过去探查。大本营里的老乔等得有些不耐烦，决定先把所有门窗封死，但还没搞定全部，厨师就满身风雪的回来，从怀里掏出印有麦克名字的衣服，声称自己刚刚摆脱了他，这无疑表明麦克被转化了。就在这时，外面有人扭动门把手，老乔可不敢开门，但他忘记了麦克有钥匙，竟然打破玻璃钻了进来，还将自己锁进仓库。老乔连忙用斧子砸仓库门，但门开后他傻了眼。麦克点着燃烧棒，手里攥着炸弹，若是他一个冲动，就是同归于尽的局面。诺瑞和厨师从后面偷袭，可惜体能不如麦克，诺瑞被撞倒在地，停止呼吸。现在救人要紧，麦克也没打算纠缠，允许他们去喊博士，赶紧给诺瑞做心肺复苏。同时麦克大呼冤枉，有人栽赃陷害，分离人心。博士可没时间听他们吵架，手工急救不行，准备上除颤器。就在这时，诺瑞的肚皮开了个大口，咬断了博士双臂。原来诺瑞早已变异，麦克当即用火焰喷射器烧诺瑞，谁知怪物自断尸体头部，在诺瑞的脑壳上长出蜘蛛腿和眼睛，打算偷偷从门口溜走。好在队友及时发现，那个头也被烧个干净。麦克烧毁怪物的举动已经算是自证清白，现在博士也死了，想反抗的训犬师被一枪爆头，剩余几个只好对麦克言听计从。麦克从诺瑞事件想到新的检测办法，怪物的每个部分应该都是一个整体，都有保护自我生命的本能。人流的是血，他流的就是组织液，组织液也是一个生命，因此麦克让通讯员绑住其他人，给每个人放一点血，再用热铁丝去扒拉血液，只有怪物的血才会有反应。这事儿听起来简单，见效也快，分分钟找出一个怪物卧底。可惜关键时刻，麦克的火焰装置失灵，通讯员惨被怪物咬死。等麦克准备好火力，只能给2人都送一程。现在还活着且确认没问题的只有4人，分别是麦克、老乔、厨师和队长。麦克还想给外面的布莱尔做测试，留下老乔看守大本营，带厨师与队长去工作间。岂料工作间空无一人，地板下面被挖个深坑，深坑最底部放着尚未完成的飞船，零件都是从飞机上偷来的。好家伙，布莱尔是闷不吭声做大事的怪物，那他现在在哪儿呢？一个面对大本营电力室的空镜头出现。那边麦克3人准备炸毁深坑，厨师负责注意大本营动向，却见老乔不知为何往外面跑。与此同时，整个电力系统瘫痪。麦克猛然醒悟怪物的目的，他现在是布莱尔的面孔，知道自己无法从南极出去，便想制造飞船将自己冻住，算是变相的休眠。等救援队在春天赶来，他就能以布莱尔身份混进人群。眼下麦克抓不到布莱尔，因此他改变策略，让周围暖和起来，这样怪物就无法冷冻自己。暖和的最好方法就是焚烧。于是麦克、队长和厨师开始四处放火。由于电力室的发电机消失，他们最后决定炸掉电力室，让整个营地沉入地底。在布置炸弹的过程中，队长与厨师误入陷阱，纷纷被怪物残忍杀害。
麦克觉察到不对劲，赶紧点燃火线，岂料怪物竟露出了真身，庞大的躯体掀翻木板，拔地而起，身上还能出现他所吞噬的生物体外貌，只是战斗力不太行。被主角光环笼罩的麦克一个炸弹送走，剧烈的爆炸让整个营地陷入一片火海，原本一个寒冷的南极因此有了温度。但最后活着的除了麦克，还有跑到外面的老乔。他说自己被布莱尔引出去了，之后在暴风雪里迷了路。麦克并不相信老乔，但猜忌带来的争执没什么用，不如坐下来喝喝酒，看看之后会发生什么。怪形的故事到这里就是尾声了。其实麦克完全可以给老乔再次检测血液，当初没有这么做，而是留下悬念，估计有拍续集的念头，或者只为了深化一下主题。相比于未知的恐怖怪物，猜疑的人心其实更为可怕。怪形剧情的精彩部分都是以信任危机展开叙述的，它在科幻悬疑的外壳下包裹着反思人心的内核，还能将恐怖氛围做到不逊于98%的恐怖片，这是现在大多有关外星生物的科幻片都做不到的。除了剧情，更让戏迷津津乐道的是怪形的背后故事。比如电影中没有女性角色，但出现过女人的声音，是导演妻子给电脑配的下棋音。这部电影的总特效师罗布·伯汀当时只有22岁，由于特效做得过于逼真恐怖，怪形最初上映被禁播过。影片里麦克等人观看挪威人发现冰层飞碟的录像，录像内容其实来自1951年的怪人。给这部电影配乐的是殿堂级音乐大师埃尼奥·莫里康内，他特意改用导演约翰·卡彭特的风格去作曲，却意外遭到差评。后来他将其余为该片创作但没使用的音乐给昆汀的《八恶人》配乐，反而赢得了第88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。好了，我的解说到这里也结束了，后续我还会解说类似的影片，想看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哦。